终于又下雪了，这是入冬以来的第2场雪，也是2024年的第1场雪。这雪下的虽然是不算大，但是如果能一直下去的话，应该也能积很厚的一层。刚刚看了一眼天气预报，现在的温度还是太高了，这会儿有1度左右。等会儿的温度会更高，可能下着就变成雨了。小朋友们也是一直在盼望着下雪，下雪之后就又能在后院滑雪了。你看这会儿的雨已经变成这种有点像冰渣渣的感觉了，估计滑雪是没希望了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化掉了。看来今年还真是个暖冬了，每次刚一下雪，气温就会回升，然后就变成雨了。后边可能连续几天都会下雨。这大鹅又开始召唤我了，我得把笼子门给它们打开放出来，还得回去把水给它们拿出来，接点热水。用牛奶桶在屋里边给它们接上了一桶温水，一会儿倒给它们喝。这只图卢兹大鹅又带上这2只大白鸭，跑到离我比较近的地方了。现在他们3个变成最好的朋友了，每次出来之后都是在一起。现在这群鸡鸭鹅里边，这只灰色的大番鸭是他们的霸主，它是里边最厉害的一只鸭子了。像鸡呀、什么鸭呀、鹅呀，现在全都怕它。还记得春天的时候，那些番鸭还有鸡都是小的时候，这只大白鸭，其中有一只是大白公鸭，是它们中最厉害的，老是追着其他的鸭子呀、鸡咬。现在这只鸭变成特别老实的一只鸭子了，动物有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。现在夜里的气温还是挺低的，这水盆里边的水上面都结冰了。现在每天都是早一次晚一次，每次都要给它到屋里边接上温水给它们喝。昨天加的鸡饲料，这刚刚上午又给吃光了。下去。这才买没多久的2袋谷物，现在又已经见底了。这些鸡鸭鹅实在是太能吃了，每个月粗略算了一下，能消耗4袋或者是更多的谷物。换算下来大概也得有个70、80刀吧，一个月，取决于给它们吃什么。大多数时候都是主要给它们以这种麦子还有玉米的谷物为主，再加上给鸭专用的17%蛋白质含量的那种谷物饲料。给鸭和鹅吃的那种蛋白质含量高的饲料，价格要高一些，每袋50磅，大概有个23、24块钱吧。好像我车上还有一袋饲料，等会儿给它再加进来。其实要是算起来的话，养鸡、养鸭、养鹅的成本还真是挺高的。如果我们要是在外边买鸡蛋吃的话，每个月不太可能能超过80美元。感觉越下越大了，这像是雨夹雪了。鸭子和大鹅可能反应过来，我给它们加水和加食了，都着急往回赶呢。这是昨天吃剩下的玉米，还有水果皮，也拿给鸡吃。这玉米就是我们秋天的时候收获之后冻在冰柜里边的，现在拿出来煮一煮，还挺好吃的。这厨余里边啊，通常都会有一些鸡比较喜欢吃的东西，所以每次给它们拿厨余过来都可开心了。要说这养鸡的回报也还是不小的，攒了满满一大袋子的鸡蛋壳了。看看今天还能不能捡到鸡蛋。现在天气冷了，鸡下蛋也明显减少很多，还不错。现在还有3个，2个鸡蛋，1个鸭蛋。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可能会有5个，当然这和天气暖的时候是完全没法比了。天气暖的时候啊，有时候能捡上一打12个鸡蛋。现在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而且光照短，鸡都不怎么下蛋了。这温度升的实在是太快了，现在已经是下起雨来了。看看这鸭子身上都淋湿了。这边菜床里边剩下的羽衣甘蓝，我们不打算要了，就把无纺布打开。现在鸡鸭鹅都快给吃光了。上次12月份下雪的时候，还能在早晨来这儿带小朋友们滑滑雪。今天看起来是没有机会了，这温度太高，变雨变的速度太快了，这仅有的一点雪也都化成水了。等会儿再被下着的雨冲一冲，就完全没有了。
不知道下次再下雪是什么时候了，能不能下一场大雪，温度低一点，让雪能留几天。这篱笆坏的是越来越厉害了，得抓紧时间，等天气稍微暖和一点，得去修一修了。大蒜种的这次是稍微有点晚，我也拿这种比较破旧的无纺布给它盖了盖，这样的话能长得稍微快点。看看现在里边已经长出大概3、4片叶子了。透过这些小洞里边能看到这些小苗长得都还不错。这唯一的缺点，如果要是下大雪的话，下得特别大，会把它们压住。那个时候还得记得及时把雪给清理一下。哦，下雨之后还觉得有点冷啊。这鸭子被雨水一冲，稍微变得白了一点点了。虽然是升温了，这水里边的冰其实还是没有化的，下边冻得还挺深的。这覆盖作物也还是照旧正常生长着。这些葡萄啊，12月底的时候本来是想剪枝的，一直是下雨，天气比较潮湿，也没做。现在踩在这些泥地上，已经能明显感觉到是冬天了，这土已经被冻得发硬了。看着白菜在雪里边长的，现在都已经是趴着长了，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长成一朵花了。这是完全没有保护的状态。这些耐寒的植物在冬天这种自我保护的能力还是挺强的。这些盖在无纺布下边稍微保护一点的，长得个头就高了很多。这些都是用了好几年的无纺布了，好多都破旧了。看看这棵在这么大的漏的破洞下长出来了。这种无纺布下边的，它的嫩叶子就会多很多，吃起来也会好很多。我们一到冬天就经常会涮火锅，所以这些菜呢，涮火锅还是挺不错的。哎呀，我刚打开菜园的门，这些鸡鸭就跑进来了。我现在不太想让它们进来，因为这边种了一大片的大蒜，看看这些大蒜才刚刚出苗没多久，只有3、4片叶子的样子，被它们吃了就麻烦了。得先把它们轰出去，等到这片大蒜保护起来之后，再让它们进来。好吧，出去吧，去外边的菜园吃，外边的菜园也有这些菜。有些鸭子呢，就是故意的装傻充愣，觉得自己找不到门儿，就不愿意出去。我现在冻的是手脚冰凉啊，已经有点想回去了。这些鸭子真是完全不怕冷啊，也难怪穿着一身厚厚的羽绒服。冬天这菜园子里边没什么吃的了，好像鹿也不怎么来了，有阵子没发现它们的踪迹了。看看这雨越下越大了，衣服已经完全淋湿了。哇，这种天气啊，实在是太难受了，也没法干活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我本来还是想着趁着天气暖和，有时间的话，把树坑给挖一挖，把这些堆肥土给它和土混一混，这样明年春天就可以把树苗直接种下去了。但现在看来也不行了，地实在是太冷了，已经挖不动了。另外就是还想再运一大车的这种碎木屑过来堆在旁边，但是又怕把过道给它堵得太严实了。主要是那些碎木吧，它一送就是一大卡车，我用这种小推车一趟一趟往菜园里边推的话，要推好久，得好多个周末在那儿干活才能推得完。而且天冷啊，好多时候就真是懒得干活啊，推一会儿就觉得累了，而且手脚被冻得冰凉的。丽丽上次跟我说，上次她在 Home Depot 的看到有那种租挖掘机，还有这种挖土机的。我们明年春天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，是不是租一台那样的机器来挖树坑，可能能省点劲儿。不过不太会用，可能还得学一学。而且租一天也不知道时间够不够，成本也是不少的。不过好歹还是比人力去挖要强多了，到时候看看试试吧。这点花盆里面种的耐寒的菜也忘了搬回车库了，不过看起来还好。在雪里边也完全没有问题，长得挺好的，抗寒能力真是强啊！刚才出来的时候，这过道上还有白白的一层，现在基本上都快化光了，只能看到一点点的痕迹了。
现在冬天了，外边的菜很少了。我们往年都会种上很多不同类型的芽苗菜，今年也没种，就简单的发了一些绿豆芽。现在也不用什么专业的设备了，基本上就怎么省事儿怎么来。基本上就随便找2个瓶子，用白醋稀释的水把瓶子消消毒，还有种子也消消毒，然后就在里边发就行了。基本上早上冲1次水，晚上冲1次水。我现在家里面的温度是比较低的，所以差不多得5天吧，可能得5、6天才能发好。这些才刚刚发芽没多久，还要等上好几天。这发绿豆芽可能是冬天室内种植最简单的了，又简单又不容易失败。黄豆芽还是要比绿豆芽要困难一些，黄豆芽是有一定的几率，弄不好的话会失败的。这雨是越下越大了，看起来是停不下来了。小朋友们都去上画画课了，一个人在家里边特别冷清，待着也实在是无聊，打算去图书馆坐一会儿。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好多人说美国是好山好水好无聊。其实一个人没事儿的时候，还真是有点这种感觉。不过好在美国生活呢，这事情还是挺多的，还是挺充实的。可以去公园锻炼锻炼身体啊，或者是去图书馆转悠转悠。已经到图书馆了，没想到今天下了这么大的雨，图书馆的车还这么多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活动。往常我都是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的，今天他们上画画课，然后妈妈带着他们去参加小朋友的生日 party 去了，所以我就自己来了，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了。背面是一个靠窗的位置，外边的雨还是挺大的。一个背包、一瓶水、一个笔记本电脑、一副耳机，就可以打发掉1下午的时间，过得也比较充实。一会儿没事了，再去挑本书看一看。很多时候还是挺喜欢这种慢节奏的生活的。